开始了吗？可以说了。我们上次说过了短期记忆、工作记忆，还有那个瞬时记忆。那这次我们来说说长期记忆。长期记忆的话，能记住差不多几分钟到几十年的记忆。容量方面的话，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说长期记忆的容量到底有多少。当然，这只是因为我们科学的水平受限的关系。虽然说储存量可能是无限的，但是长期记忆的精准度其实会随着时间而下降。就时间过得越久，你能记住的那些细节就越少。只有那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们才能记住非常清晰。但是我在很久之前听说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记忆容量其实它是有限的。就如果你记得琐事什么的越多，那重要的事情你就可能记得越不清晰。你的记忆是经常会被你的主观所篡改。对，就所以说我们的记忆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你现实中你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会去试着说你改变一下你的记忆，来改变一下说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关于修改记忆这方面的话，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说好了。疯狂的挖坑。对。那么长期记忆的话呢，又分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外显记忆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能说得出来的那些记忆，像是语义记忆，就是说我们一般世界生活中的那些知识还有事件。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说记忆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语义记忆。然后还有情景记忆。情景记忆的话，就是说你能回想起当时某一天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也可以把它们说出来。而内隐记忆的话呢，换一个方式来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肌肉记忆。就比如说打字好了，很多人都会盲打，就是完全不看键盘。但是如果说你要他们去把这一个键位给背下来，就从左上角一直背到右下角，那么其实他们会发现这稍微有一点点难办。而且背着背着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就是说会在空中做出敲打键盘的这个动作，回忆起来说这个键是什么，这个键又是什么。再或者就是说像是骑自行车，就你在学骑自行车的时候，你完全没办法说你是要怎么去骑，但是当你学会之后，你就可以就是说一上自行车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很难用口头去把它们讲出来这些到底是什么，但是你要做的时候你就都知道，都会。而肌肉记忆的话呢，就不像外显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降低这个精准度，而且肌肉记忆和外显记忆存在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多患得了失忆症的人的话，他们尽管说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这些技能是不会忘记的。像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顺行性遗忘症，就是说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学那些像是拉小提琴、弹钢琴之类的技能。我有个问题就是肌肉记忆会不会被忘记的？我自己身上有个例子，就是我这辈子游泳的次数其实非常少，可能满打满算不到30次左右。然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过一段时间没有学会，然后长大了一点终于学会了游泳。但是在我学会之后没多久，差不多隔了要有7、8年没有游过泳，然后再次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忘记了怎么游，然后在那时候又重新开始学，游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忘记过怎么去游泳了。就是说这个肌肉记忆是不是在你刚学会没多久的时候是有可能会被忘记掉的？它不算是被忘记掉，只是说你就是对它来说比较生疏了。就是说你如果要重新再学它的时候，你只要再花个1、2天时间，你就可以就是学得跟以前一样好了。那除了长期记忆外，就是最后的就是超忆症患者了。超忆症的话，在我们上次的影片中其实有说到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是过目不忘，有一个技巧就类似他们这种超忆症的能力，也叫做记忆宫殿。那么今天就来教教大家怎么做一个自己的记忆宫殿好了。记忆宫殿的话呢，就和我们上次说过那些记忆技巧其实是类似的，它也是一种帮助你记住东西、记住内容的一个方法。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就看过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那些小伙伴们可能知道。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你通过学习这一项记忆宫殿这个技能，你也可以做到类似夏洛克福尔摩斯在剧中做出的那种表现。那么首先你得先选好自己的宫殿，这个宫殿可以是你的家，可以是你上班的路线，甚至是可以说是游戏中的一张你比较熟悉的地图，只要是任何你比较熟悉的地方就都可以。然后你要做的就是想象自己在这个地方里面，环顾四周，试着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比如你想象自己是在家门口，那你就想象一下自己是如何打开这个大门，打开门后你会看到什么东西，是一个走廊还是厨房，或者说是一个大厅，然后再想象你要如何走到自己的房间内。所有这些路上的细节你都要记住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比较有象征性的特定的物品能够让你想到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大门上会不会有什么比较独特的装饰，房间里面是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等到你能够闭着眼漫游在自己的家中的时候，
那么就神功大成了。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你精神世界中的这个房子的主人了，你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这一个宫殿，和大部分的记忆方法一样，通过形象化的联想，把你房子内的这些特定物和你要记住的内容给挂钩在一起。这个形象化的联想必须是越生动越好，它可以是特别的、有趣的，甚至是恐怖的都可以。就从简单的开始好了，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串购物清单，要买来做今晚的晚饭，清单上面有辣椒酱、白菜、年糕等等一大串的物品。那比如说你可以想象说自己在这个房子的门口，房子的门被涂了红色的油漆，你摸了上去有点麻麻的、辣辣的感觉。用的是辣椒酱来泼的。然后你打开这间大门，看到右边这个装饰品上面是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女人的肖像，她的耳环和你要买的年糕长得很像，你就可以想象她的耳朵上挂满了年糕。这么诡异，越诡异越好，越诡异越容易让你想起来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需要精通这个记忆宫殿的话，那你得花上很长的时间去扩大你的宫殿的规模，然后就是运用想象力。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家里面虽然说东西可能很杂乱，但是你要找自己要找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总能找得到，对不对？这个其实就已经算是记忆宫殿的一个基础了。不过这个就只是利用到了你对一个路线和一个空间的一个记忆方法，它并没有说用到联想法，所以说它只能帮助你记住说你的东西都放在哪里，而不能帮助你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以后想要记的东西来存放在你这个房间的这个路线上。学会了，那我就可以去跟夏洛克单挑了是吧？差不多。KO。那最后记忆方面的话，还要说的就是睡眠。睡眠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记忆至关重要。那睡眠的话，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有说到过，通过睡眠我们才可以记住我们要记的这些内容。你就发现，相比于有正常睡眠的人来说，睡得少会导致你记住的内容要比普通人少很多。就是说，假如你有个词汇考试，你学了通宵，然后没有好好去睡觉，就去考试了。那么你能记住的词汇可能要比普通人要少个40%左右，所以即使说是临时抱佛脚，你也得好好的去睡觉再去考试，这点很重要。